今年8月，台南杀警案发生后，有一名陈姓嫌犯的长相被媒体抢先公布出来，遭到乡民疯狂的肉搜跟公审。没有想到，才过不到一天，大家就发现凶手根本不是他。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乌龙事件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侦查不公开与媒体报道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这起找错凶手的乌龙事件发生之后，引起了社会的热烈讨论。有人觉得媒体没有做好查证就抢着报道，应该要负最大的责任；但也有人觉得跟着媒体起哄公审陈姓嫌犯的网友们也没有好到哪里去。有人则是发现新闻上面陈姓嫌犯的照片居然是警政系统内部的口卡照，也就是犯罪嫌疑人的档案照片。理论上来说，外界是看不到这些照片的，因此有人怀疑这些资料根本就是警方自己外流给媒体的。今天我们会先来看一下这一次的乌龙事件发生了什么事，而接下来我们则会讨论警方调查内容外泄的可能原因，而最后我们也会来探讨当报道出错的时候，到底谁该负责任。不过在开始之前，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有观众朋友是在帮公司品牌或者是各种机关单位做社群行销的吗？在行销的时候呢，如果要传递一些比较抽象、复杂或是沟通比较专业的讯息，用实拍影片的方式容易有各种限制。那么推荐你呢，这个时候或许可以考虑用动画来解决因为透过解释型动画的视觉转化呢，可以让受众轻松的了解产品的功能或者是服务的价值。而形象动画呢，则是能够用充满想象力、生动有温度的方式传递企业的核心价值，奠定品牌的长期影响力。那不管是什么类型的专案，我们的简讯设计团队呢，都能够提供完整的客制流程，从前期的企划到视觉策略、实际执行，我们都会帮忙一条龙的规划，量身打造最适合你的动画素材。而此外，如果你还有其他不论是像是 logo 动画、频道片头，或者是任何动态制作的相关需求，也都欢迎来信洽询杀警案发生后不久，有媒体抢先披露，警方已经锁定了一位陈姓嫌犯。一时之间，陈姓嫌犯的照片在网络上面疯传，乡民们肉搜到了嫌犯的脸书，甚至公开了他的身份证资料。不少媒体也开始挖掘陈姓嫌犯的背景故事，像是陈嫌过去的为人处事，或是跟家人朋友相处的情形等等。像是当时就有一人自称是他的国中老师，表示陈嫌从以前就素行不良。也有不少的政论节目抢先对案件做评论，一口咬定陈姓嫌犯绝非善类。结果后来陈姓嫌犯发现自己被全国追杀，私讯被网友们灌爆，吓得跑去自首，强调自己是清白的。而警方后续则根据其他的证据排除了陈嫌是凶手的可能性。这个时候大家才发现自己骂错人了，那许多人呢急忙删文媒体也纷纷把之前的报道下架，让这件事情变成了一场闹剧。事实上，这种情形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像是2013年的妈妈嘴咖啡店双尸命案，当时的店长吕炳宏也被媒体舆论指责为凶手，遭到全民唾弃，直到后来获得不起诉，才证明了他的清白。而每一次发生这种状况，除了对案件的关系人造成无法挽回的伤害，其实也有可能会影响到后续的调查跟司法判决。在案件调查结束之前呢，事件的真相都还没有查清楚这个时候锁定的嫌犯只是有嫌疑而已，有可能其实是无辜的。当媒体在针对这些嫌疑人做报道的时候，如果有刻意夸大的成分，或是过度揭露涉案人的背景，都有可能会严重的影响到相关人士的名誉跟隐私权，像是害他们的个资被公开，或是让他们被全民公审等等。尤其媒体如果在报道当中将嫌犯塑造成大恶人的话，可能会让民众群情激愤，影响到检警的办案方向，甚至对于日后负责审理案件的法官有可能会产生无形的压力。而理论上，媒体在报道重大刑案的时候，应该要调查到哪里就报道到哪里，也就是以警方正式对外公开的资讯为主。毕竟在警方查案的过程当中会有很多的假设，但如果这些假设还没有经过仔细的调查，就让一般民众知道，很可能会搞得人心惶惶，出现很多的混乱。那以这次的杀警案事件来说就是因为媒体可以拿到警车内的行车记录器、嫌犯名单等等的内部资料，并且抢先爆出了这些内容，才衍生出了后续的乱象。但是让很多人疑惑的是，照理说警方应该在第一时间就已经把这些证据扣押起来了，那为什么媒体还拿得到这些资讯呢？一般来说，检警单位在调查一个案件的时候，应该要遵守侦查不公开的原则。所谓的侦查不公开，指的是在办案的过程当中，包含了侦查程序侦查计划，还有案件关系人的个资或证物，基本上都不可公开。一方面，这是因为嫌犯的犯罪事实还没有确立，为了保护嫌犯的名誉跟权益，不能够随意的将调查的资讯公开。
而另外一方面，这也是不让大家知道检警的调查进度，防止嫌犯逃亡或是湮灭证据。但是侦查不公开却不是我们想象当中的铁则，在实际的运作上面常常会出现许多的例外状况。根据侦查不公开作业办法的规定，如果侦查单位判断揭露资讯有助于维护公共利益的话，就可以当例外处理，可以公开案件资讯。举例来说，案件涉及到国家安全或治安问题，会影响到人民的生命、自由、财产安全，又或者需要大众帮忙提供证据、澄清媒体报道内容的时候，公开案件资讯是被允许的。不过，究竟有哪些情况涉及到公共利益，其实有很大的解释空间。实务上呢，很难用一个客观的标准去衡量一个调查当中的案件到底有没有公开资讯的必要。而这样的情况呢，让侦查不公开的界限变得非常模糊。而根据各县市警察局公布的检讨报告，处理案件的警员们偶尔呢都会出现违反侦查不公开的行为，再加上新闻媒体常常会找上检警探口风，让侦查不公开变成了侦查大公开。长久以来，新闻媒体跟刑警检察官之间有着一种互利共生的关系。对媒体来说，检察官呢跟警察侦办的各种社会事件是重要的新闻来源。为了在有大事的时候呢，可以掌握到第一手消息，记者们必须要跟检警单位打好关系。而另外一方面，检警单位也常常会需要透过媒体来向大众传递重要资讯。像是媒体可以帮警察宣导公共事务，或是在这个紧急状况发生的时候协助讯息广泛传播。而如果警察在侦查时遇到瓶颈，媒体也可以请民众帮忙，提供警方更多的线索。而另外，检警也可以借由媒体的曝光来对外塑造出良好的形象，所以也会尽量的跟媒体保持友好的互动。但这种模式的坏处是，有些应该要保密的事情常常漏了口风。在《扭曲的正义》这本书当中，曾经担任过检察官的吴新颖呢，就有提到，部分检警机关呢，为了跟媒体博感情，会主动的透露侦查讯息给记者，希望记者未来在报道时能够多帮自己的单位说点好话。而有些机关还会让记者自由的进出办公室去询问检察官的案情，甚至记者还可以直接翻阅办案的文件，完全没有任何保密可言。那虽然有的机关口风比较紧不会让媒体予取予求，但这样做呢，也会让他们跟媒体的关系变得很紧张，日后报道的方向可能也会对自己的单位不太有利。无论是检警单位主动把消息泄露出去，或是媒体对警方施压才拿到资料，我们都会看到双方之间非比寻常的关系，可能就是消息会外泄的原因之一。但话说回来，对于媒体报道引发的乌龙事件跟问题，到底是谁该负起责任？检警跟媒体有任何监督的机制吗？首先，侦查不公开的相关法规呢，原则上面只能够约束检调人员。如果检调人员违反了相关的规定，根据违法的状况，会需要负行政责任，甚至是刑事责任。而对于媒体来说，因为相关法律并不是在约束记者，因此单就报道侦查中的案件这件事情，原则上来说并不违法，需要进一步的去看报道内容，才能够确定有没有违法疑虑。而关于媒体的问责机制，还牵涉到了2个问题。第一个是缺乏监管机关，负责管理媒体的单位是 NCC， 但其实 NCC 的管辖范围只有电视跟广播媒体而已。目前网络媒体呢，呈现一个没有主管机关也无法可管的状态。所以对于跑得最快、传得最远的网络新闻，目前来讲是没有什么方法可以管制的。基本上这些网络新闻只能够仰赖媒体自己成立的自律委员会进行把关。但很多人质疑以台湾的媒体生态来说，很难期待媒体会自律。就算民众真的向自律委员会检举，顶多也只能让报道更正或下架，并没有办法让媒体付出相对应的代价。那第2个问题则是违规行为很难判定。以这一次陈姓嫌犯的乌龙事件来说，许多媒体认为他们是基于公共利益才公布嫌犯的个资，所报的内容也都是事实，应该属于合理报道的范围。而对于政府来说，即使呢知道这一次的报道争议很大，但也没有什么明确的违规事实可以对媒体进行开罚。所以在监管机制不齐全又难以确认有没有违规的状况下，想要追究这起乌龙事件当中媒体的责任，真的会变得困难许多。原本做这个主题的初衷呢，是想要了解到底要怎么样做才能够避免这次乌龙事件的发生。但在看完相关资料之后，我们发现这次的事件牵涉到许多难解的结构性问题。除了刚刚讲到媒体与检警单位长期互利共生的关系之外，对于检警单位来说，侦查中的案件到底有没有涉及重大公共利益，嫌犯的个资能不能公开，要不要公开，并不是那么好拿捏的。
而对于媒体来讲虽然大家都知道做好查证再报道是义务，但真的有紧急新闻发生时，第一线记者常常会被长官要求抢快抢收视率，在时间紧迫的情况之下，查证工作要做到万无一失，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那当然这并不代表媒体就没有责任了。在重大事件发生的初期，虽然消息来源可能很混乱，媒体查证的范围也很有限，但我们认为媒体应该要尽可能的忠实呈现已经查证的内容，尽量的避免过多的影射，才能够避免乌龙事件再度发生。但身为乐听众的我们，可能要注意到这个时候出来的报道呢，出错的可能性或许会比平常还要稍微的高一些。当大家都有这样子的警觉心，比较小心的接受这些报道内容，或许也能够减少公审错人、骂错人的可能。我们相信大家都不希望冤枉无辜的人，所以今天的最后呢，要问大家，你觉得要怎么做才能够避免以后又发生这种乌龙事件呢？我觉得检察官跟警察应该要更强硬的落实侦查不公开的原则。B， 我觉得新闻媒体要做好查证义务，不要抢着发新闻。C， 我觉得民众的媒体识读能力要再提升。D， 我觉得没救了，反正以后这种状况呢，一定会继续发生。其他留言告诉我们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一起来讨论这起乌龙事件的状况。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台南杀警察5大争议以及国民法官制度。那么今天的志祺77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